巴基斯坦倒戈，援乌数十万发炮弹。俄乌战争爆发后，巴基斯坦就表示中立，口头上虽然支持乌克兰，但实际上也就充当援乌武器中转站。在联合国投票决议中，凡是涉及乌俄问题的，基本上都是投弃权票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毕竟再怎么打，也不会打到巴基斯坦，明哲保身才是最好的选择。那为什么这次要和北约合作，向乌克兰输送武器？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，巴基斯坦在本月内会向乌克兰运输一批军火，其中包括 M107 自走炮155毫米口径弹药、苏式122毫米弹药、推进药包以及其他的武器装备，总量估计有数十万发。这些装备由8000吨级的民用货船 BBC 维苏威号运输，从卡拉奇港出发。考虑到目前黑海的情况，前往敖德萨就是找揍，估计会直接前往波兰的格但斯克港，再经陆路转运到乌克兰境内，预计很快就能投入乌俄战场。对于缺少苏式炮弹的乌军来说，这不是简单的雪中送炭，这是上帝。而且这已经不是巴基斯坦第一次援助乌克兰了。在乌俄战争开始后不久，巴基斯坦就援助了乌克兰 7.5 万发炮弹。在去年8月份，英国空军的 C-17 运输机几乎是每天一架的频次，在巴基斯坦的努尔汗空军机场起飞，然后降落在罗马尼亚的克卢日国际机场。不过在这个时候，巴基斯坦只能算是援乌武器中转站，俄罗斯也不会在乎。而这一次援助就相当于说，我加入北约的援乌大队，直接给俄罗斯来了一记黑虎掏心。巴基斯坦之前不愿意得罪俄罗斯，一直处于中立，那为什么这次会直接亮明立场？说到这儿，火力军不得不提，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这句话确实是一句至理名言。巴基斯坦最开始没有加入援乌大队，只能说北约带给他的利益不够，价钱没谈拢。现在北约价开的合适，巴基斯坦立刻表示让我先来。这跟北约之前建立的援乌军火链有很大关系。虽说北约援助了不少自家的先进武器，但乌克兰武器库里面更多的还是苏式武器。毕竟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北约搜刮了不少苏式武器援助给乌克兰，不用培训，直接上手就用。只是这炮弹就成问题了。乌俄战争马上就快1年了，北约库存的苏式弹药早就没了，甚至说自家库存里的北约制式弹药都快不够了。所以英美等国就打算在乌克兰境内建立军工厂，让乌克兰自产自足，并且把目光转向了第三国，构建新的援乌军火链，双管齐下。毕竟北约国家没有苏式榴弹炮的生产线，但其他人有啊，其中就包括韩国、捷克以及巴基斯坦等。之前不就有韩国卖美国10万发炮弹的事儿？唯一不同的是，韩国比较含蓄，偷偷卖，然后发布无责声明，表示美国援乌与我无关。巴基斯坦是直接摆在了明面上。从这儿来看，北约出的价挺高的，而巴基斯坦现在就缺钱。去年巴基斯坦可以说是天灾人祸一个都不少，俄乌战争造成国际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，冲击了巴基斯坦的经济，导致外汇大量流失，夏天又遭遇了特大洪水，让本就不乐观的经济雪上加霜，加上还要灾后重建，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。只是今年年初还完阿联酋等国的到期债务之后，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就剩45亿美元。巴基斯坦没钱的问题在军事上也有所体现。2021年，巴基斯坦军费预算88亿美元，而印度军费239亿美元。巴基斯坦军费拮据，所以在国际军购市场上一直都是买不起太好装备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巴基斯坦的军费还依赖于美国的援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还管是不是援乌武器？有钱不赚王八蛋！而且军火贸易来钱快，因为常年和印度保持军事压力，巴基斯坦的弹药储备十分充足，就算是俄罗斯找事儿也无所谓。订单是北约下的，货也是北约送的，与我巴基斯坦有什么关系？除了能赚钱，国际援助估计也是一个原因。国内因为天灾人祸马上就活不下去了，巴基斯坦向国际社会求助，与以往的磨磨蹭蹭讨价还价还有附加条件不同，国际社会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那叫一个快，直接提供了上百亿的援助和贷款。沙特作为巴基斯坦的传统盟友，二话不说掏出来10亿美元，最近还在考虑要不要再加点儿。
法国拿出来4.08亿美元，美国拿出了1亿美元，欧盟贡献了9700万美元，德日英意加等国也纷纷解囊，各自拿出数千万美元。这次慷慨援助巴基斯坦背后，要说与军援乌克兰无关，火力军是不相信的。如果巴基斯坦拒绝援助估计也会有，但有没有那么多就不好说了。对于北约阵营而言，只要是你援助乌克兰，那我们就是队友，一切都好说。对此，火力军只能说，巴基斯坦这波生意不亏。除了缺钱，巴基斯坦援乌的原因还有地缘政治的影响。巴基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不能说是仇敌，但也谈不上亲近，反而是跟乌克兰关系不错。这里就要提到印度了。俄印双方的关系在苏联时期就定了，所有能出口的武器都对印度敞开了卖。就算是到现在，印度依旧是俄罗斯最大的武器进口国，其陆海空主力装备几乎清一色源自俄罗斯。印度陆军的上千辆 T90 坦克、几百架苏30 MKI、基洛级潜艇、S400 防空导弹，那都是俄罗斯提供的。而巴基斯坦跟印度有仇，这些武器到后面基本上都是要砸到巴基斯坦头上，单单依靠巴基斯坦的实力，压根儿打不过印度。于是就找来了美国当大哥，所以在冷战时期，印度倒向苏联，巴基斯坦倒向美国。从那时开始，巴基斯坦就与俄罗斯不对付。过去不敢惹俄罗斯，那是知道自己打不过。现在俄罗斯掉进战争泥潭，而巴基斯坦又急需用权，间接援乌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。从倾向上说，巴基斯坦更希望看到俄军在战场上表现差点，被打爆最好。其次，巴基斯坦跟乌克兰走得近，双方关系挺不错的。冷战结束之后，巴基斯坦就开始跟乌克兰接触了。乌克兰需要改善经济，巴基斯坦需要先进武器，双方一拍即合，进行了深度的军事合作。上个世纪，乌克兰以6亿美元的价格向巴基斯坦出售了300多辆 T84，直接碾压印度的 T72。而且巴基斯坦的 MBT-2000哈利德主战坦克发动机用的还是乌克兰 6TD2 发动机。截至2021年，乌克兰共计向巴基斯坦出售近1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，完全可以说巴基斯坦的陆军坦克几乎就是靠乌克兰技术支撑起来的。而巴基斯坦的军工订单数次拯救了濒临倒闭的乌克兰军工厂。在乌俄战争爆发前，乌克兰还将一架升级完成的伊尔78空中加油机交还巴基斯坦空军。敌人和朋友打架，帮谁不是一目了然？当然，巴基斯坦援助乌克兰炮弹也不是没有代价，最起码俄罗斯的石油没法买了。俄乌战争开始后，巴基斯坦并没有完全和俄罗斯断绝联系，而是想打折购买俄罗斯的石油。双方一直在谈，这事儿一出就不用谈了。毕竟在目前消耗战的情况下，巴基斯坦给乌克兰递刀子的行为，就相当于踹俄罗斯一脚。双方从平淡关系直接转到仇敌。只是愤怒归愤怒，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讲，面对这样的局面也只能无能狂怒，没办法阻止巴基斯坦援乌炮弹或者其他军事行为。现在的乌俄战场完全可以说是炮兵大决战，在武器质量没有明显代差的情况下，大炮和炮弹的数量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，谁的大炮更多，火力更猛，谁就能占据优势。模式虽然笨，但确实有用。为了给前线凑出足够多的武器，俄罗斯方面在继动员 T62M 之后，甚至将原版的 T62 坦克也投入了战场。结合双方第44型85毫米加农炮互打的情况，甚至可以说二战重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队友就显得极为重要。巧的是，乌军背后有整个北约，北约不断加码给乌克兰的援助，直接将俄罗斯拖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。前线俄军无法取得突破，甚至出现后撤，北约信心增加，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。乌军战力提升，进一步让俄军在前线陷入困局。然后北约信心提升，军援翻倍，直到俄军撤离乌克兰。当然，拼数量是一回事，质量又是一回事。乌军北约化可不是说说而已，在精准度、射程都占优的情况下，获取局部优势还不是轻轻松松。唯一的问题就是炮弹，北约制式炮弹只能靠援助，苏式炮弹北约又造不了。虽说俄罗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送过来一点，但乌军不能光靠敌人援助，而巴基斯坦的炮弹正好解决了问题。
总的来说，巴基斯坦北约乌克兰军火供应链的建立，估计是北约为春季大战做准备，并且供货商肯定不止巴基斯坦一家。现在巴基斯坦明牌，各位觉得下一个会是谁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